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27号到6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跟此前7年一样，这次民进党当局再次未获邀请，却又恶意蹭会，以为谋独，一如往常再次遭遇失败。世界卫生大会27号作出决定，拒绝把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这也是涉台提案连续8年遭拒。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再次正告民进党当局，坚持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敦促个别国家停止把卫生问题政治化，搞以台制华，注定以失败告终。台湾新任卫生福利机构负责人邱泰元在未收到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的情况下，于24号晚率领所谓世卫行动团赴日内瓦蹭会。观察指出，民进党当局视这次世卫大会为赖清德上台后的首场所谓国际活动，加码蹭会力度，不仅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日内瓦搞所谓声援活动博眼球，还企图干扰世卫大会组织的一些活动。据法国国际电台报道，按照惯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开幕前的周日组织千人健走活动，但连续2年，民进党当局都组织人员对谭德赛总干事进行围堵，企图干扰活动进行。据报道，世卫组织今年加强了安保工作，现场警察将不友好的人群与谭德赛隔开。外界注意到，美国拉拢其一些盟国，宣称支持台湾地区参会。5月24号，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及立陶宛等7国还就此事发布一份声明。对此，有岛内声音批评，台湾能不能参与世卫大会的问题，本质是两岸关系问题，即台湾承不承认9·2共识的问题。美国再怎么在场外策应也没有用。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世卫组织章程规定，该机构为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组织。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在9·2共识原则下，就台湾地区代表与会达成过一些安排，但拒不承认9·2共识的民进党当局企图蹭会是不可能得逞的，每次都以闹剧收场。在5月13号世卫大会注册截止日期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就已经明确对外公布，中方做出了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民进党当局一顿操作猛如虎，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就要在 WHA 的外面摆一个桌子，他就要让人家知道说台湾不得其门而入，没有办法继续参加这个1年1度的这个大会，要希望大家要去责备中国大陆，然后希望支持台湾、同情台湾，可以这个参加 WHA 的这个大会啊。那这种想法其实是只能说你尝试了这么多年了那8年都过去了，证明是失败了。可是民进党还是要玩下去。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4号强调，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上百个国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充分体现了绝大多数国家在世卫大会涉台问题上秉持正义立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推行台独分裂绝不会得逞。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对于民进党当局宣称不能参会是忽视岛内民生福祉等以为谋独的谬论，大陆方面多次澄清，不同意台湾地区参会绝不等于漠视岛内民众健康利益。日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再次强调，大陆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充分畅通，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完全有效，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民进党当局利用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关注，一再操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真正目的是借此凸显所谓主权地位，真实用心是以为谋独。
实际上，据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陈乃瑜转述，他26号在日内瓦追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后者对他强调，世卫组织与台湾地区有合作，能否参加世卫大会，则必须要看会员国的意见。在过去7年中，多个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参与的国际会议对民进党当局派出的蹭会人员采取了驱逐措施，他们压根无法进入会场，包括2016年7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会议，2017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2018年10月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等。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9月，台湾地区中华鸟会因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还被国际鸟盟除名。岛内舆论直批，民进党当局每年花费大量金钱蹭会，根本就是自取其辱。对台北来讲，你如果两岸关系处理不好，你在国际社会处处碰壁。今天拥有权力的人啊，民进党的这些当家的这些大佬们要搞清楚一件事：你要活在梦里，还是要活到现实里面？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号召开会议，审议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试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资源集聚的优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原创性科技攻关。会议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制定出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试行，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在金融领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压实金融领域相关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规定的贯彻落实，坚持严字当头，敢于较真碰硬，敢管敢严，真管真严，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推动金融监管真正做到长牙带刺儿、有棱有角，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在金融领域树立起来，并长期坚持下去。